如果你想要玩得順利、拍得美、避開旅遊雷區，這部片一定要看。西西里的駕駛、開車風格都非常的有個性。西西里的氣候在歐洲算很熱，尤其是人爆多。但這支影片我要拿掉濾鏡，給你們看西西里最真實的樣貌。他們在戶外做了這種大理石樓梯，想要滑死誰？而且這個垃圾也太多了吧！西西里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工藝品陶瓷頭像，大街小巷幾乎隨處可見，但它背後的故事其實超血腥。上集影片我整理了西西里最值得去的9個城鎮，不管你是本來就打算去西西里，剛好搜尋到那支影片，還是你看完之後直接被我推坑，開始想認真規劃一趟西西里之旅。這一集我想跟大家聊聊，出發去西西里之前，你一定要先知道的幾件事。西西里不只是意大利南方的一個大島，它有自己獨特的節奏、建築、歷史和文化。這裡有令人驚嘆的古代遺跡，超低調的地下墓穴，超美海岸線，甚至還有一些黑暗小故事。如果你想要玩得順利、拍得美、避開旅遊雷區，這部片一定要看。先來說說怎麼到達西西里，你可以直接搭飛機到首府巴雷莫，或是飛到東岸的卡達尼亞。如果你人在意大利其他的城市，像是拿波里或是更南邊的城市，也可以選擇搭乘渡輪。上島後的交通其實比想象中的方便，火車、巴士都有，我們整趟旅程都很順利。如果想更自由，可以租車自駕，但要注意的是，西西里的駕駛、開車風格都非常的有個性，和你想象的在歐洲開車可能會有一點點出入。尤其很多老城區屬於禁行區，一不小心開進去就有可能收到罰單。如果你不是很有駕駛經驗，我會建議多用大眾交通工具，比較放鬆也比較安全。再來是最佳旅遊時間，西西里的氣候在歐洲算很熱，白天熱到完全不會想要出門，尤其是8月人爆多。我們是11月中去的，人少，氣候舒服，早晚涼爽。白天可以在海邊曬太陽，在山上甚至看到雪也不是問題。另外，春季也是很棒的時候。反正記得避開旅遊旺季，可以更輕鬆的享受西西里的節奏。西西里的歷史超級精彩，簡直像一個縮小版的地中海文明縮影。從希臘古蹟、羅馬遺跡到伊斯蘭風格建築，再到日耳曼時期的教堂。每一個時代都留下了一個自己的印記。這些景點不只是拍照好看，更能真切感受西西里的文化底蘊。補充一個，雖然跟古埃及沒有什麼關係，但是巴雷莫有一個地下墓穴，裡面保存了上千具天然形成的木乃伊。這些木乃伊保存得非常好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睡美人木乃伊，保持得超級完整，仿佛她還在沉睡。想跟木乃伊近距離接觸的，一定要來這裡。上支影片分享了西西里最光彩耀人的一面，但這支影片我要拿掉濾鏡，給你們看西西里最真實的樣貌。他們這裡的馬路都沒有紅綠燈，所以你過馬路的時候要小心。我們要去的市場就是那一個。我們之前去過意大利南部，就是拿坡里那個區域，想說西西里其實應該跟拿坡里的那個感覺應該差不多，結果真的很像欸。白天的時候看到這些家，就會覺得他們很老，很有特色，但是晚上的時候就是會恐怖到讓你走都不敢走的那一種境界。我在這條街上走路走到一半，就看到上面那一張照片，他的意思是說，雖然他不在了，但是他還是在我們的心裡。不過這個照片的選擇，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樣的風格欸，還蠻特別的。我剛剛想說這裡應該就是很多流浪漢住在這裡，結果沒想到這些東西是二手市場，那裡也有很多。看起來這個環境我不知道，誰會想要來這裡逛啊？我的天哪！有3個壞掉了。這裡風很大啊。他們也很會吃內臟哎，這還有直接剖半的羊頭，白色的這個是腦，這應該是牛的心，這是豬的心，牛的超大的。他們在戶外做了這種大理石樓梯，想要滑死誰？而且這裡垃圾也太多了吧！说到意大利給人的感覺，
南意大利跟北意大利的 vibe 真的差很多。可以說南意大利就是比較接地氣的啊。雖然西西里的黑手黨很有名，但是他們才不會理你。重點是人多複雜的地方要小心扒手，像是火車站周邊、夜晚的巴雷莫、嘎達尼亞的老城區，就要注意錢包和貴重物品。基本原則：財不露白，行事低調，你就可以玩得很安心。西西里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工藝品，就是這些常會頂着皇冠或豐富的水果、花卉圖案的陶瓷頭像，大街小巷幾乎隨處可見。但它背後的故事其實超血腥。有流傳了2個版本的故事。第一個版本是關於激情與復仇，故事發生約在11世紀，當時西西里島正處於來自北非的摩爾人的統治之下。一位美麗的西西里少女，她喜歡在陽台上照顧花草。有一天，一位路過的年輕摩爾人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，便大膽向她示愛。少女被他的熱情打動，兩人迅速墜入愛河。然而，少女發現這名摩爾男子雖然愛着她，但他其實在故鄉早已有了妻兒，而且即將拋下她返回家鄉。感到被欺騙與羞辱的少女由愛生恨。但男子離開前的最後一晚，趁她熟睡時，拿起刀砍下了她的頭。為了讓愛人永遠留在身邊，他將這顆頭顱做成了花盆，放在陽台上，並在裡面種了一株羅勒。在希臘語有王者之草的意思，也就是為什麼這些頭像常常會戴着皇冠。之後呢，他每天用眼淚澆灌這株羅勒，使得植物生長得異常茂盛，香氣四溢。鄰居們看到這顆生力盎然的人頭花盆，非常羨慕，紛紛請工匠仿製出一樣的陶瓷人頭花盆來裝飾自己的陽台。第二個版本比較偏向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那種悲劇情節，一位出身貴族的西西里少女與年輕的阿拉伯男子相戀。當時社會無法容忍這種跨種族與階級的戀情。當雙方戀情曝光後，憤怒的女方家人為懲罰這段不潔的關係，將兩人同時斬首。為了以此為戒，家人將這對戀人的頭顱掛在陽台上示眾。後人為了紀念這段悲劇愛情的永恆，便將它們制作成對的藝術品。這就解釋為什麼這些頭像經常是一男一女呈現。如今，這些陶瓷頭顱已褪去血腥的色彩，轉而成為西西里島的文化象徵。它們代表着西西里人性格中的熱情與強烈的情感，同時也警示戀人要忠誠。知道了故事背景之後，你會更想要買這些紀念品嗎？說到了西西里，不能不提美食，因為幾乎所有一線城市都靠海，擁有新鮮的魚類和海鮮，這毋庸置疑。但我不愛吃海鮮，所以介紹一些別的美食。在諾曼王宮附近有一間小吃店，他們家主打的是這個料一放再放的內臟三明治。簡單地用鹽巴調味，再放上一把起司，看起來很樸實，但吃下去卻驚為天人。裡面有滿滿的內臟跟起司。如果你不怕吃內臟，一定要來吃，好好吃哦！它就是有那個內臟的那種油膩油膩的香味，很好吃。我覺得這個內臟很好，很讚，超讚。敢吃內臟的來巴雷莫一定要試試。你可以去麵包店找這個看起來不太起眼的 Scaccia。Scaccia 是來自 Ragusa 的傳統鹹食，以極薄麵皮反覆折疊，加入番茄醬與內餡烘烤而成，層次分明，外酥內潤，是在地麵包店最日常也最經典的味道。它吃起來像很薄的披薩，然後有點像 lasagna， 它很多layer， 皮烤的這樣有點焦焦脆脆的，這個很好吃。它是稱重賣。像我們買這樣子2個9歐元，我覺得這個分量，這個價錢很 OK。我們買了一個看起來像巨型 Gorgetas 的東西，它是用米飯，然後裡面包的是 mozzarella cheese 跟火腿，把它弄成像一顆球，再拿去炸。它的飯有調味過，稍微鹹鹹的。這個算是這裡還蠻道地的一個小吃，這樣一顆2歐元，我覺得吃得飽欸。早餐吃這樣一顆。真的就夠了。這個是在西西里這邊非常傳統的一個點心 ，crunchy， 有點甜甜的，然後好像有薑的味道。我們剛剛買的時候，它是沒有放在外面，他說現在正在做。它這個霜是甜甜的，是冰的，我不確定是什麼東西。來的話一定要試試，好吃。嘗試他們這邊很傳統的早餐，中間的它其實就是冰淇淋，可是它是沒有加牛奶的冰淇淋。吃這個當早餐被媽媽打死了，在早餐在吃冰了。這個是開心果口味，很好吃，很推。然後白色的這個我也有點，
這個是杏仁，它吃起來就是杏仁茶的味道，我不太喜歡。冰淇淋先用這個湯匙吃，然後吃到剩比較少一點的時候，就可以把它這樣夾起來當三明治吃。它上面這一坨就是想說，還是要用麵包配一下冰淇淋，所以就把它扯掉了。黃也是這樣吃。西西里有很多必去景點，如果你不能跟我們一樣在西西里待2個禮拜慢慢探索，在有限時間內，我精選了以下這些地方，你必須要去。陶米納，超美的山城海景，尤其古劇場可以俯瞰整個海灣。Etna， 歐洲最高活火山，能滑雪或看火山熔岩的景觀。Agrigento， 有超震撼的古希臘遺跡 Valley of the Temples。Palermo 和卡達尼亞，體驗微混亂但充滿靈魂的意大利。總結一下，這顆被長靴踢着的小島，不是你想象中的意大利。只要你願意放慢腳步，體驗歷史、文化、美食與自然風光，它一定會給你一趟難忘的旅程。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上一支的西西里影片，趕快去看，看完你真的會開始訂機票了。好的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、訂閱我的頻道，還有追蹤我的 IG。那就先這樣子嘍，拜拜。